老外有一个缺点，他爸妈容易讹上你。我的公公和婆婆10天前离开了中国，今天又回来了。那张拿铁呀，刚消停2天，孩子昨天开始才不做噩梦，今天过生日，正闭着眼睛许愿过几天消停日子呢。是咋回事呢？上次我公公婆婆来呀，大家都发现了，我这个公公他特别有梗。我婆婆温蒂呢，就从我们公司头部艺人沦落到了群演。但是从很多画面中啊，其实你能看出来他的不忿。他觉得他出道多早啊，突然就是个资源咖。所以温蒂上次是带着各种不服气走的。但是这人算不如天算呢。他刚走，我接到一个节目组邀约，邀请我跟温蒂一起去参加一档综艺，是和其他几对知名婆媳一起出去旅游的一档真人秀。3月末开始录，让我问一下温蒂的意向和档期。我打电话一问，温蒂立马就支棱起来，就问我俩问题：机票报不报？我请假旷工的这一天，工资给不给？我说那肯定都给。第2天温蒂机票就买，转身就开始复仇，告人布莱恩。这次回中国呢，带你是情分，不带你是本。你来只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当好我的助理。我要参加的是综艺，我是一个明星 star。布莱恩被他说的大气儿不敢出，但是呢，布莱恩实在是太喜欢在中国待着了。嘴还馋，忍气吞声就跟着他来了。哎，人算又不如天算，他俩正收拾东西要去机场呢。节目组跟我说，现在出现了一点变化，节目暂缓。当时我就懵了，你说温蒂假都请完了，马上上飞机了，我咋办呢？最后我啥也没说，两口子就来了。此时的张拿铁正要过4岁生日 party， 正乐呢，要去儿童乐园了。那大胖媳妇开个4门版保护巴士，给我们一家都拉去了。这个车可以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刚好够拉4个大胖媳妇。主要是小好停，不怕卡北京胡同里。张拿铁刚看到这车可高兴了，他以为这是大胖媳妇给他买的生日礼物呢，没想到这次最大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他奶奶，而且是一个因为觉得自己要当明星特别飘特别狂的奶奶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了成为顶流，温蒂还在加拿大给自己置办了几套时装。唠嗑，突然间告诉布莱恩水要加冰 ，OK？ 布莱恩就得伺候，还教育布莱恩，你赶紧在中国怎么点外卖，软件该下下，我喜欢吃啥喝啥，怎么跟中国人沟通，那中文该学学，你勤快一点。你或许是个网红，但是我现在是个艺人。我实在是不能瞒了，我就告诉温蒂了，我说综艺啊暂时不录了。但是我也知道你俩没有那么多存款，都破产了。你这个机票呢，我给你报。那这些天你俩来都来了，就多录短视频。那咱家现在短视频的明星呢，确实还是布莱恩。布莱恩此刻还在给温蒂捏脚呢。听到这话的一瞬间，I'm a little thirsty. You mind? Here you go. Thank you. You mind? Yeah. Wash my feet. Oh, yeah. 哎，你们知道领一个没有坐过公务舱、没有住过好酒店的外国人出门有多丢人不？我昨天呢又出差参加一个节目录制，这个录制吧，一个艺人可以带俩人，一个叫执行经济，一个是化妆师。结果呢，这次给我当执行经济的小同事呢，家里突然有急事回老家了，我挺着急。我说这咋办呢？我老公说我去呗。我还真找不着人，实在没办法，最后带他去了。到了机场就瞅他，我说哎呀妈，你说你哪有执行经济的样子？他说我进了机场就一直执行的，我也没拐弯啊，没拐弯啊。那刚才身上冒出个老太太，你敢执行？到了机场，客户给订的是商务舱，那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坐过商务舱。上去之后那个嘴脸呢，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，所有东西喝2罐。人家问他吃啥，他把菜单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问人空姐这晚餐太贵了吧？牛排鳕鱼的6、700，一个破鸡胸肉还435。空姐说先生，晚餐都是免费的，您看的数字呢是卡路里，是卡路里。然后我俩本来吧不挨着，空姐看我旁边的座位没有人，就把他从前面给调过来了。他坐下之后呢，就喜欢人公务舱发这个拖鞋要带走，然后他坐在11F，他趁人不注意跑回他原来坐9H，脚上穿的是11F的拖鞋，把9H拿回来的和我的拖鞋都塞书包里了。下飞机时候，空姐就要过来跟他说话，他拒绝一切目光对视，装没看着，蹭蹭往出走，都上摆渡车了，我都跟不上。我说你跑啥呀？他说我不穿着他拖鞋呢吗？可能是空姐发现了不让穿走，我装没看着，赶紧跑。我说那你自己鞋呢？他说完了。落飞机上了，落飞机上了。回到宾馆，我才发现他把飞机给的手绢都拿回来了，还把我的精华拿回来了，以为飞机给的呢。我说那是我的夸迪全用4泡，一次1支贼好吸收。它这个水油同补抗老级修复屏障，看着贵妇但涂起来清爽，效果也不错，适用于多种肌肤，不仅养肤还增弹滋润。第2天上妆避免出油卡粉，4泡的材质充分维持这个水油小分子结构。每次出差我都带上一把。到了酒店，人客户给每一个人开了一个房间，但是大家知道我跟我的执行经济呢就住一个屋就行。我说就开一个房间，另一个就别开了。他说必须开，住酒店订2
俩屋，住一屋空一屋，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，暗夜我都要睡着了，他拿着房卡去不住的那个屋，吃了人家准备的糕点，喝光了酒店的好水，洗了一个澡，拿走了所有洗漱用品和2双拖鞋，最后定了个闹钟，睡了2小时走的。第二天早晨吃了一顿3年没吃过的早餐，去健身房见了一个4年没见过的身，去游泳池游了一个5年没游过的泳，问人家泳池工作人员拿房卡可以免费游不？人家说可以，进去必须穿拖鞋。说巧了，我就没有别的鞋，但是爱占便宜吃亏这个事儿多少是有点依据的。我们出差呢是有餐补的，你得拿着发票人给报销。我工作那天忙就光吃个盒饭，餐补1分钱没用，但只有当天有效，他就难受了。下午5点多钟开始摇人，突然联系他妹妹的小学同学，俩人可能在加拿大就20多年，一共见过3面吧，要找人叙旧。见了面哈，俩人就都不知道彼此姓啥，就尬聊。我老公敬人酒是这个加拿大人不多，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更不多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朋友。聊差不多了，人服务员拿扫码机来买单来了，大胖酒咔嚓David，你不要动，你别动，这是在中国。然后就掏出付款码要买单，说开发票。服务员说今天店里机器坏了，开不了发票。大胖酒说虽然在中国，但咱们还是按照加拿大的方式来，更简单，咱俩就正常 AA 呗，行不 David？ David 说 AA 可以，但是我叫安茹。吃完饭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不尴尬吗？他说加拿大朋友不多，又少一个。温迪啊做了一件事儿，我妈要打他。这个事儿我是怎么处理的呢？前2天我去杭州有个工作，温迪跟我去了。到了那之后呢，我怕孩子跟着我化妆彩排啥的无聊，我就让温迪带他们去玩。温迪啊带着俩孩子去杭州的游乐场里玩了一天，晚上领着2个无比开心的孩子回到了酒店。在我夸他真是一个好奶奶话音还未落的时候，他给我甩出仨账单，游乐场的小票，中午的午饭，还有仨冰激凌，一共398。温迪做这个事儿呢，就属于情理之外，但意料之中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呀不出差，那他带孩子玩就到楼下玩沙子玩水就行了，也不涉及消费和报销。但是今天是因为我工作，他在杭州不知道去哪里找免费的沙子和水，所以产生了消费，也就产生了报销。我给他转完钱，我就赶紧跟我同事说，我说又天降素材了，我当段子说的，结果这事儿就传到了我妈的耳朵里，我妈炸了。我妈当时给我温迪发微信，你来铁岭，我跟你唠唠。但这微信翻译吧，它只能翻译字儿，它翻译不了字儿后边往出飞的刀。温迪看完乐呵跟我说 Jessica 邀请我去铁岭 ，Jessica 是温迪给我妈起的英文名啊，邀请我去铁岭，说要跟我聊聊天，咱们快去吧。我说那个温迪，铁岭不能去，铁岭开亚运会呢，交通管制。温迪说那为什么管制我呀？我说那个亚运会，加拿大不是亚洲，我把温迪唬住了没去，我妈自己要来，跟我说明天她要落地北京。我说那个妈别来，温迪得水痘了，传染。我妈说我得水痘，他那玩意儿。我说呀，他那加拿大水痘，那大痘他妈枫叶型的都是，你身体不好别来了。反正我也是没有啥别的招了，我只能先做到给温迪保命，剩下他俩就爱咋咋地吧。我曾经尝试过让他俩互相理解，但是理解不了，我也不管。我妈让我替他跟温迪传话，要教他做人，我说我不传，我一天够累的人，你有话自己跟他说。但是我妈那边在铁岭磨刀呢，人家温迪这边毫不知情。临走头一天，乐呵的又去北京小商品批发市场给自己进货去了，路上还主动问我妈，问 Jessica 她应该买啥呢？我妈给温迪回微信，她往出喷刀啊。温迪跟我说我看不懂你妈妈说啥，你帮我翻译。我说我有事儿。我说温迪你自己逛批发市场，自己跟我妈聊，不用问我意见啊，拜拜。还好这回我们开的理想 L7，我躲车里老舒服了。爱彩铃，嗨，能按摩还能看动画，孩子也能好好休息一会儿。给他放小猪佩奇，没问题。温迪一边逛批发市场一边跟我妈微信聊天。我妈说我闺女欠你的，温迪读到的意思是我的女儿亏欠你。温迪问我妈 Why？ 我妈又说你可真有奶奶样。温迪读到的意思是你可真是一个奶奶呀。于是温迪给我妈回复你可真有奶奶样，吐奶奶样，吐。温迪拎着大麻袋买了一堆便宜小商品，还特意给我妈买了8条5颜6色的搓澡巾，跟我说你送给你的妈妈，告诉她我很想念她，也很想念搓澡。告诉 Jessica 搓完4面，她也可以真有奶奶样，真有奶奶样。回到车上，温迪把这一堆批发货物连搓澡巾全放车里了，幸好我们这后备箱够大，都能塞下。温迪那可放心了。到走啊，温迪也不知道我帮他躲过了一劫。在机场，温迪还挺不甘心的跟我说，真的好遗憾没有去铁岭找 Jessica， 你同事都告诉我了，宇宙的尽头是铁岭。我说你要是去了，生命的尽头也在那，也在那。